绍伊古或被撤职，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 F-16将于5月抵达乌克兰。以色列欲进攻黎巴嫩，俄军占领美军基地。俄罗斯能否攻下苏梅？绍伊古危险了。看过大兵这期视频的朋友呢，或许还记得伊万诺夫的被捕牵出了俄罗斯国防部的万亿贪污案，以及为了掩盖贪污丑闻，提交了虚假的情报，导致普京对乌克兰发起了军事行动。虽然呢，伊万诺夫是直接获益人，但是身为国防部长的绍伊古，难道真的就这么干净吗？普京对绍伊古还能信任吗？5月2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了图拉州州长阿列克谢·久明。或许各位对这个人有些陌生啊，所以大兵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来历呢也不小，当过普京的首席警卫和助理。根据久明个人的说法，他曾经为了普京的安全开枪打死了一只熊，同时呢，他也是瓦格纳的创始人之一。2014年，久明成为了俄罗斯特种作战部队的副总司令。他的成名之战呢，就算是策划了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叛逃，以及派遣小绿人占领了克里米亚地区。在2015年，他被提升为中将，并成为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然而在国防部做了2个月，板凳还没暖热，久明就被普京调往了图拉州任代理州长。让一个军人出身的人突然转向政务工作，这次调动呢并不正常。而他的继任者就是这次被捕的伊万诺夫。一直以来呢，久明都被认为是国防部长的有力竞争者。凭借在克里米亚事件中完美的表现，久明的办事能力毋庸置疑。但他的缺点就是同普京太过亲近。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认为，普京为了避嫌，才将久明调出了莫斯科。而如今伊万诺夫东窗事发，绍伊古坐立不安。普京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和之前的老部下国防部长的有力竞争者会谈，释放出了明显的信号。在这次会谈中，久明向普京汇报了他作为图拉州州长的3项政绩。首先是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军事人员及其家属提供支持和住房，改善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以及改善图拉州的医疗系统。这次会晤呢，发生在伊万诺夫被捕和就职典礼后预期的政府改组之间。俄罗斯内部消息人士推测，克里姆林宫可能会任命久明担任涉及俄罗斯国防部的新角色，比如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以便为接手国防部长打下基础。而另一边，绍伊古的动作也愈发频繁。在5月1号晚的特别军事行动联合总部会议上，绍伊古责令俄罗斯国防企业加快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以图保持现在俄军的进攻速度。同时，绍伊古还在撇清他和伊万诺夫事件的关系。有俄罗斯内部人士声称，他在5月1号严厉批评了另一位国防部长以及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指责他们没有提前发现伊万诺夫的贪腐。大兵认为，根据伊万诺夫的被捕以及久明的突然崛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克里姆林宫对绍伊古的不满。然而目前绍伊古的表现还算说得过去，因此普京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绍伊古动手。另外，久明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就算普京有意让他接替绍伊古的位置，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让他重新熟悉国防部。因此，大兵认为，普京这次突访久明很有可能是对绍伊古的一次威慑，以此表示对伊万诺夫和前2年俄乌战事的不满。在2024年内，普京暂时无法将绍伊古撤职。美国国务院于5月1号宣布，他们将以俄罗斯军队违反俄罗斯签署的化学武器公约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制裁。美国防部表示，他们已经确定俄罗斯军队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对乌克兰军队使用氯喹和防爆剂。氯喹呢是一种杀虫剂和肺部损伤剂。乌克兰官员此前曾经报告说，俄罗斯军队越来越多地为手榴弹配备氯喹。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言人安德烈·鲁迪克上尉在今年1月25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在2023年12月开始使用含有氯苯乙酮的 RGVO 手榴弹。氯苯乙酮呢是一种用于防爆的催泪瓦斯。乌克兰在2023年12月观察到了81起俄罗斯军队使用 RGVO 手榴弹的事件。在密闭环境中，该手榴弹可以在5分钟内对有机体产生致命杀伤。
乌克兰总参谋部在1月13号报告，俄罗斯军队在12月14号开始使用一种含有 CS 气体的新型特种毒气手榴弹。俄罗斯军队在2024年前2周至少使用了51次化学武器。俄罗斯第810海军步兵旅在2023年12月22号承认，该旅用无人机上向赫尔松州东岸克林基地的附近的乌克兰阵地投掷了带有 CS 气体的 K51手榴弹。目前呢，美国已经针对此事件对涉事的俄罗斯公司及个人展开新一轮的制裁行动。5月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发言人伊利亚·叶夫拉什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称，美国制造的 F-16战机将在5月5号东正教复活节之后抵达乌克兰。不过呢，叶夫拉什还直言，希望民众不要对此抱过高期望，因为 F-16具体的交付时间不在乌克兰的掌握之中，而且在之前呢，战机的交付时间已经多次变动了，这使得基辅丧失了对未来的预测能力。而在晚些时候，叶夫拉什接受乌克兰真理报采访时说，基辅希望尽快收到这些战机，一旦战机抵达，乌便会对外宣布相关消息。乌克兰飞行员目前正在丹麦和美国接受驾驶这款战机的培训。此前，乌克兰官员抱怨乌方在使用 F-16战机方面面临许多严重的实际困难。为了避免遭俄罗斯的远程打击，乌克兰计划建造地下机场，但建造掩体将需要巨额资金。目前呢，最好的办法还是将它们分开布置到不同的机场内。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F-16战机不会改变俄乌冲突的结果，并承诺俄罗斯军方将像摧毁乌克兰其他装备一样摧毁这些飞机。2023年8月20号，丹麦和荷兰宣布向乌克兰空军转让多达61架的 F-16，挪威紧随其后宣布捐赠10架。2024年1月，荷兰再次加码，宣布再向乌克兰转让6架 F-16，也就是说，未来至少会将有77架 F-16抵达乌克兰。F-16是美国洛马公司生产的第4代多用途战机，其空中优势性能尤为显著，尤其是它的航电系统要优于俄空天军的苏35战机，这使得 F-16在超视距作战条件下更加具有优势。然而大兵认为F-16的到来实在是太迟了，因为现在俄军已经改变了战术。最近几个月，俄空天军的攻击几乎全都是使用滑翔炸弹或者巡航导弹，在乌克兰的防空火力覆盖范围之外对其进行打击。就算 F-16空战性能优异，但其缺乏隐身性，无法进入俄罗斯的防空火力范围内，打击俄罗斯的空中目标。而对于地面目标来说，乌军现存的苏27便可以携带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了，进行远程打击。因此大兵认为 F-16的加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乌克兰的空中打击力量，但无法立竿见影地扭转现在的局面。接下来我们再把视角转向俄乌。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瓦迪姆斯基比茨基少将在5月2号发表的《经济学人》采访中表示，俄罗斯军队目前在边境地区集结了大约35000人，并且计划进攻行动开始之前在此集中5万到7万人。但是呢，斯基比茨基表示，这种兵力只能实现局部收益。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早在上个月就率先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监视在哈尔科夫方向重新集结的俄罗斯军队，特别是别尔格罗德州。目前乌军呢已经加强了危险地区的防御阵地，同时部署了更多的炮兵和坦克部队。同样在5月2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维尔·海恩斯向美国参议院全球威胁军事委员会表示，海恩斯呢说，俄罗斯军队目前有能力实现战术突破，特别是在哈尔科夫州和顿涅茨克州。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认为，俄乌战争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及俄罗斯的重振其军事实力起到了有利的影响，这会导致俄罗斯继续在俄乌问题上采取激进态度。大兵依旧保持之前的观点，仅靠着5万到7万俄军难以在哈尔科夫及苏梅防线达成战略目标，即攻占苏梅或者哈尔科夫。所以俄罗斯真正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逼迫乌克兰将大量兵力调往北部，从而继续恶化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情况。目前俄军在这2个州均取得了显著战果，乌军已经无法继续再维持原有防线了。如果在此时乌军继续向北调动军队，那么俄军可能会继续在这2个方向上获得突破性的进展。5月2号，俄罗斯军队继续沿着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夫、克雷明纳线发动进攻。据报道，乌军呢在最近的克雷明纳以南取得了进展。
乌克兰霍尔蒂恰集团军发言人表示，乌克兰军队呢最近加强了他们在塞列布良斯克森林地区的战术阵地。乌克兰军队正在亚姆波利夫卡和特尔尼附近使用大量的 FPV 无人机进行火力支援，同时对俄军展开反击。同一天呢，俄罗斯军队在阿夫迪夫卡以西继续发动进攻，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俄军最近在奥谢雷泰内以北和佩尔沃麦斯克以南推进 3.85 公里宽、2公里深的区域。乌克兰霍尔蒂夏集团军发言人沃洛申中校在5月2号报告说，俄罗斯军队控制了奥切雷泰因的部分地区，而乌克兰军队呢则控制了该城镇的其余部分。沃洛申重申，乌克兰军队已经向该地区部署了额外的预备队和资源，以稳定前线和反击。俄军最近每天在该地区都会进行20到30次的滑翔炸弹袭击，情况依旧十分艰难。以色列意图对黎巴嫩下手。5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以军总参谋长赫奇哈莱维宣布准备在北部战线发起进攻，原因是黎巴嫩武装组织长期对以色列境内展开炮击。以色列总参谋部在评估了当地的安全局势后，才做出了这个决定。哈莱维会见了以军指挥官，并表示，你们在北方的作战防御方面做得很好，我们正在为北方发动进攻做准备。我们已经从去年的10月7号的困难事件中恢复过来，并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今后将明确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黎巴嫩武装势力同属伊朗抵抗之狐的成员，在23年10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后，为了支持哈马斯在加沙的行动，黎巴嫩开始从以色列北部使用迫击炮、火箭弹、无人机等远程火力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而以色列呢，也展开了类似的报复。根据黎巴嫩外交部的统计，由于双方展开的炮战，已经有10万黎巴嫩人被迫撤离了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原居住点。大兵认为，如今以色列和哈马斯以及伊朗的关系已经相对缓和，可以空出精力针对来自北部的威胁。然而呢，精力的分散势必会导致哈马斯在加沙卷土重来。如何在南部哈马斯、东部伊朗、北部黎巴嫩、叙利亚均匀的分配力量，将是以军接下来面临的难点。俄军占领了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基地。5月2号，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声称，俄罗斯军事人员已经进入了尼日尔的一个空军基地，该基地之前呢归属美军管辖，现在依旧有美军居住。去年尼日尔发动军事政变，新的亲俄军政府要求美国撤出驻扎在尼日尔的近1000名美国军事人员。然而在事件发生后呢，俄罗斯瓦格纳军团便迫不及待地进入了美军的一个军事基地。根据尼日尔政府的消息，驻扎在该基地的俄罗斯军事人员大概有60多人，不过拜登政府呢尚没有核实这一消息。俄军的驻扎地点距离美军101空军基地不远，位于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迪奥里马哈尼国际机场旁边的101空军基地，不过两者呢并没有产生摩擦。除了即将离开尼日尔外呢，美军最近几天呢也离开了乍得，而法国军队则被赶出了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寻求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将莫斯科包装成为一个没有在非洲殖民过的友好国家。例如，近年来马里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最亲密的非洲盟友之一。瓦格纳集团雇佣军部署在那里的叛乱分子，政变后呢，美军将其在尼日尔的部分部队从101空军基地转移到了阿加德兹市的201空军基地。该基地的耗资超过了1亿美元。从2018年以来呢，他一直使用武装无人机打击当地的武装分子。目前，一名美国2星上将已经被派往尼日尔，负责协调撤军工作。未来这批美军可能会前往位于德国的美国非洲司令部。大兵认为，尼日尔的政变以及近期北约国家从非洲撤军，进一步说明了俄罗斯国防部以及瓦格纳集团在非洲的渗透加剧。之前有报道说，俄罗斯正在配合伊朗在非洲寻找制造核武器的原料，而随着美国撤军，俄罗斯之后在非洲的行动可能会更加不受约束。